如果你还躺在床上睡不着觉，不妨刷上一集丝滑的《荒野建造》，它是深夜失眠的终结者，看完保证你能美美入梦。赶紧拿好你电量66%左右的手机，左脚轻轻搭在右膝上，一起慢慢享受这个解压的过程吧。趁着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汤姆踏进了扭曲丛林深处，他打算在这里度过这个秋天。这里地势平坦，毗邻水源，正是搭建庇护所的天选之地。汤姆早已压抑不住躁动的建造基因，抄起锯子便朝着建材市场冲去。这些躺平的树胸早已风干水分，正是搭建庇护所的绝佳材料。随着锯末飞溅，树胸很快变成一节节的木胸。汤姆扛起木材回到营地，而后迅速地点燃篝火。为了能够一房传三代，地基的防腐防虫处理不容忽视，而碳化就是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。只见他将原木放在篝火两侧，中间继续添加柴火，让火焰沿着原木的间隙蔓延，期间在不断的翻转，直到表层碳化均匀。在等待木材冷却期间，汤姆又准备了一些削尖的木桩，搭建地基时钉在原木的两边，就可以有效防止其发生位移。在继续往上搭建之前，还需要先在原木两端分别砍出相应的凹槽，这样上下层木材就能够紧密咬合，使得地基的结构更加稳固。严谨的汤姆还不忘拿出水平尺检验，确认地基水平无误后，才继续接下来的搭建工作。为了确保木屋足够的牢固，原木相交处还需要钻孔，而后敲入木销进行固定，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他对品质的执着追求。接着汤姆又收集来了一大捆的松针，均匀地铺设在底座中间，不仅可以起到防寒保暖的作用，还可以防止一些小型啮齿类动物的入侵。随后汤姆再把两端削得扁平的原木铺设在底座上，就得到了悬空的地板结构，既隔绝了地面的湿气，又保留了木材的弹性与温暖。随着底座的完成，接下来汤姆才继续往上搭建墙体的部分，每一根木材依旧精准地进行凹槽处理，再以木销固定，墙体层层堆叠而上。随着高度的增加，他还事先预留出了门框的位置。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，刚刚还晴朗的天空转眼就变得阴沉。汤姆迅速放下手中的工具，拿出防水固北支棱在工地上方，现在就算下起倾盆大雨也一点不慌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汤姆又继续沉浸在墙体的搭建工作中。很快墙体就达到了半人的高度，继续往上搭建时，还需要在侧面预留出窗户的位置。汤姆找来一根原木，对着门框测量了一下高度，之后便将其给锯断，并在两端加工出插销，而后再拿来木材与之拼接起来，制作出一扇简易的门板。为了更加的牢靠，上面还需要敲入木销加以固定，而后就可以根据插销的位置，在门框的上下两端分别凿出对应的凹槽，确保门板能够严丝合缝地嵌入门框中。虽然只有简单的工具，但在汤姆巧手加持下，门框与门板的契合度简直堪称完美。木屋虽小，但也必须是顶配的双坡式屋顶。只见他先在原木上钻孔，然后将木销插入孔中作为连接点，就可以把两根原木支棱在墙体的中央。完事后就可以把屋脊给架设上去。有了屋脊做支撑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密封屋顶。只见汤姆先在木材上砍出缺口，就可以把两根原木通过木销给拼接起来，架设到屋顶上后简直堪称完美。接下来只需要复制粘贴，同样的方式依次排列整齐，就得到了完整的屋顶结构。当然，为了进一步增强屋顶的稳固性，汤姆还在关键的连接点上额外钉入木销，确保每根木材都牢牢固定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事先预留出了排烟孔，毕竟荒野建造最重要的壁炉肯定是少不了。随着木屋洗封经顶，汤姆继续拿来原木对前后的山墙进行密封，只需要将原木的一头削尖，直接卡入屋顶的缝隙中，就能牢牢固定住。完事之后，汤姆才拿来防水布仔细地铺在屋顶上，上面再压上木条固定住。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带点绿。常年在野外生活的汤姆也深谙此理，而随处可见的苔藓就是最好的屋顶隔热材料。为了能住得更加的舒服，一张舒适的床铺必不可少。只见他将削尖的原木直接卡进墙体，就得到了床体的支撑。上面再均匀地铺设一排原木，一张结实牢靠的木床就制作完成。为了增加床铺的舒适度，汤姆还在上面垫了一层充气床垫，就这配置简直堪比5星级酒店。
最后再把折叠式的壁炉给组装好，汤姆的庇护所就基本搭建完成了。接下来就到了喜闻乐见的干饭环节，他先煮上一壶热茶，而后起锅烧油，放入马铃薯和香肠开始煎炸，滋滋作响的声音伴随着香气在木屋中弥漫开来。汤姆坐在木床边缘，细细品味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与满足，仿佛这一刻所有的疲惫都被驱散了。